大家好，我是李灿，欢迎来到我的世界，欢迎来到 Easy Mandarin 啊！太阳在头顶上，在我的背后曝晒过来啊，挺暖和的。今天早上的时候特别冷，现在继续来到这个公园里头，我的耳边其实有风声，两边啊都是竹子，细细的竹子。风吹过竹子的声音特别好听，有点特别像在溪边听到溪水的那种声音，会让人安静下来。当然，这个地方它没有这么安静啊。我记得之前在老家山上，那个竹子比较高，竹林一大片，风吹过来，山风吹过来，那个声音特别好听，听起来真的像流水的声音。但是我觉得，有时候我们确实需要静下来，静下来去听一听这个世界的声音。我们都太着急了，我们都太着急往前看了，往前走了，我们都太着急去看未来有什么。看下一步应该怎么走。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静下来，稳下来，停下来，好好看一看，好好想一想，我们的当下有什么，以及我们的过往里头的一些东西，它对当下所产生的一些影响。今天我本来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东西呢？怎么一开始说了这么多话？其实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，我今天早上去了一趟医院。我觉得人难免会需要去医院，但是呢，很多时候吧，对于我这个人而言，我是不怎么喜欢去医院的。我相信有很多人和我一样。去医院啊，一感觉很麻烦，二不想面对自己的一些东西，能拖一天是一天啊。其实我一直有一个老毛病，就是已经有5、6年了吧，就是胃疼。这个还不是一般的胃疼啊。我相信年纪和我差不多，甚至往上走的人啊，大部分人胃都多多少少有点毛病啊，消化不良啊等等，对不对？或者偶尔会胃疼，但我这个状态它不一样的点在哪呢？我是会胃痉挛。这个胃痉挛它分2种情况，一种情况啊就是剧烈的疼痛，我都站不直了，整个人在那弯着腰，就大颗的这个汗水从额头上滴下来，冒出来啊，往下滴。另外一种它其实相对会缓一点，但它持续时间更长，反正都不舒服。这个第一次犯，我记得应该起码是5、6年前的事情。那个时候可能夏天的时候啊，家里啊就是买了不少啤酒，放在冰箱冷藏着啊，那多舒服呀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慢慢累积的过程。就年轻的时候吃饭不怎么注意，大油大盐辣，所以多少把胃其实变得比较虚弱。所以在那个时刻叠加的这个成天喝冰的啤酒，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影响。在那一刻啊，就像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对不对？在那一刻，就是我的第一次胃痉挛发作。我当时真的就是整个人都站不住了，就直接蹲地上，感觉就是真的蜷缩成一团的那种状态。就一直因为那个时候我儿子还比较小，我老婆必须照看我儿子，然后我一个人，刚好我们家门口有一个医院，我就一个人走到了那个医院，每走一步都特别艰难。
最后到医院之后就是打点滴，慢慢就缓过来了。现在我觉得我回想一下，我觉得我这个疼痛和打点滴没有特大关系，它应该是慢慢的缓过来了，缓过劲了。因为后面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，就是疼了一次之后，隔了几天又疼了一次，我当时就挺不舒服的。但是中国人有一个说法，叫做好了伤疤忘了疼，我就是这样啊，好了伤疤啊，我就觉得也还好，平常日常生活影响不是很大，那我最多就把冰啤酒给戒了，不喝不就得了吗？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基本就不喝冰的啤酒了，甚至慢慢的酒喝的都少了。但是这几年下来，其实还是会时不时的疼那么几下。最烦的就是半夜的时候，你睡着了，然后睡醒了开始疼，会疼好几个小时。这个时候我会用那个热水袋顶着胃这一块，让暖啊，这个暖的感觉就是进入胃里头，它只能有一定的缓解，并不能根治。最终几乎需要我，比如说努力让自己睡着之后才能好。但就像我说的，好了伤疤忘了疼，一年下来可能疼个5、6次，觉得也还好，所以就不是特别在意。而且我觉得我这个人其实生活呀过得挺稀里糊涂的，真的挺稀里糊涂的。就我发现我在38岁之前的整个人生过得都挺稀里糊涂的。我对自己是什么样一个人，我不是特别清楚。我对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也不是特别清楚。所以，当我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，我本能上的采取的其实是一个逃避的一个态度，不想面对的一个态度。能逃避一次是一次吧，对不对？要能逃避一辈子，也能逃避一辈子。那后来其实有一个事情让我慢慢产生了一个影响吧，就去年的时候啊，应该是去年的时候，我做了一个手术啊。我这个频道里头应该还有一期聊了一下这个事情，就是我直面了自己另外一个问题，也是身体上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其实时间更久了，我记得仿佛是大学的时候就有了疝气啊。我相信很多人都有一个这种情况吧，都遇到过这种情况。但我这个疝气它是刚好在男性生殖器这一块，所以让我羞于启齿啊，也不敢去面对它，生怕自己有什么得了不治之症啊。明明有这个害怕，但是又不敢面对，这是一个特别矛盾的一个心理。所以就这样熬。去年的时候有一天，被我老婆就看到了，注意到了，他就对我说：“你这样不行，你这样其实就是当时其实情况已经有点严重了，他不能再拖了。”所以那个时候，其实我被我老婆就是发现看到说的时候，我是有点恼羞成怒的。什么叫恼羞成怒呢？就是你被别人指出了一些让你不舒服的点，你生气，你心里不舒服、不舒坦，叫恼羞成怒。但后来我冷静下来，觉得也对，那我就是不得不去面对这个事情。后来就去做了手术，做完手术不是挺好了吗？就好了。这个事情其实也让我有点警醒的感觉吧，就是其实我的生命里头有些东西我应该去面对它，而不是去逃避。这个东西就是这些年呢，这1、2年就是愈发的明显的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年纪大了，就不是那种小伙子了这种感觉吧。我就真的开始去挖掘自己，
去想更了解自己。所以我明白了，原来我为什么是这个样子。我在回溯过去的时候，因为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，就是我有1年的时间是在乡下留守的，就是我父母去了县城，我跟着我奶奶2个人一起生活1整年的时间。那个时候我8岁，可能正是因为我儿子现在9岁了，我就能很清晰的看到一个8岁的孩子，要是父母不在身边的话，他会是什么一个状态，就是他对父母的需求到底有多大。假如这个时候，他的养育人，比如说我的奶奶，又是一个特别严肃的人，那么对我而言，其实我很多东西都难以说出口。后来一叠加的，虽然我被我父母接到了县城，我父母又特别的忙碌，没有时间管我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基本上我的身体的有什么不舒适、不舒服，我都默默的扛着。比如说我膝盖那个地方曾经长过鸡眼，就是一个很硬的一个东西，一块一块的，刚好长在就是膝盖那块。按道理这个应该找父母呀，去医院啊等等，但那个时候我做出了选择。那个时候应该有90岁了吧，9岁或者10岁吧，我做出的选择是自己拿一个剪刀去剪，流了很多血，我就这样去做。后面又有一次，我记得我的屁股后面就长了很多疙瘩，很疼，坐下都疼。那个时候是这样，一到暑假的时候，我会去乡下，就是虽然就是不留守了，到县城和父母一起生活了，但是到暑假的时候2个月，我父母还是会把我批发到乡下。踩着这个树叶很好听，就是让我去乡下和奶奶生活，因为他们也很忙，确实很忙。那个时候我刚好屁股上长了很多疙瘩，我也不说，我和谁也不说，就这样默默的忍受着，默默的不舒服着，熬着。可能我相信时间能治愈所有，包括病痛。这个可能给我带来了一个感受，就是确实，只要你熬着，时间会治愈所有东西，你不需要去专门去看病。就这个可能就形成了我一个意识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觉得任何身体的不舒适，你只要熬过去就好了。所以这个又带到我突然想起来，我高中的时候，高1的时候我住校了，就住学校了。有一次我发烧了，真的，我之前其实没怎么发烧过，可能是因为是一个乡下来的孩子，体质还比较好。那次发烧了，就是一直烧到39度几，我不知道自己发烧了，因为我从来没体会过发烧这种感觉，我只知道特别难受，特别不舒服，特别晕。我就这样默默的忍着，甚至那个时候我们高1的时候还有学校的足球联赛，我是这个主力后卫，右后卫，我还上场比赛了。那个时候还光荣的进了一个乌龙球，就是把球踢进自家球门，然后在学校那块黑板上留名留了1个多星期。就是我可能熬了1个多星期吧，我应该没有吧，反正是周末时候才回去的，然后和父母说我不舒服，才去的医院去看病，去打了点滴，然后才好的。就是这样硬熬、生熬，就这个其实就是形成了一个模式，就觉得所有东西不舒服都可以熬一熬就好了。所以带来了我成年之后面对自己有疝气，我想着熬一熬就好了，没什么。然后呢，这个胃疼熬一熬就好了，没什么，反正也死不了人，反正也不是每天都疼，所以一直不愿意就是真正的直面这个问题。但我老婆比较重视这个问题，她其实挺担心，
所以今年5月份的时候，他让我去做了一个，因为当时我又胃疼了，他特别担心，因为平常我也会很多事情尽量往后拖，然后他有时候觉得也劝不动我，但今年5月份的时候，我又胃疼了，又挺严重的吧，我觉得那个时候，我老婆就是也很担心，她就让我去做胃镜和肠镜，就内窥镜，塞进你的嘴巴，塞进你的肛门去做，然后我就去做了。当时候，我这个人因为可能也不是特别敏感，所以还好。有些人一放进嘴巴啊，就感觉要吐。就是我是做那种没有麻醉的，有些人是直接麻醉的，我是没有做麻醉的，我全程是清醒的。做了之后结果挺好的，没什么问题，可能有点胃炎。当时就松了一大口气，所以这个事情又放下了。直到最近确实好像不得不去面对了，应该去面对了。又是我老婆推了我一把，她就说你应该去看，所以给我约了一个这个医生的号，今天早上去看了一下。就是我其实一直这个胆里面有块石头叫结石，胆结石。也是非常非常多年，但胆结石这个事情，我在很早的时候就知道，它不像这个什么肾结石啊之类是可以用机器打碎了然后尿出来的、排出来的。你要胆结石的话，最终要做的话，只能是用手术切除。但是其实大部分医生呢，他不建议你切除，因为毕竟是身体的一个器官啊。所以也就是这样啊。上个星期，我具体时间忘了，对日期我这个记性不是特别好。我们就是做了体检，我和老婆都去做体检啊，是她让我去做体检的。所以其实我老婆其实对我的身体比较在意、上心。我突然也会觉得，其实我不是没人管的，对，不是没人管的。我可能小的时候确实有这种状态，我再回时间再调整一下，就是我真正对自己这个胃疼啊有一定的认识。之前就觉得疼一疼过去了就好了，不在乎了，没什么关系，好了伤疤忘了疼，就像我前面说的啊，这个词语用了3遍了啊，记住啊。就是今年的时候，或者去年年底的时候，我终于觉得我应该更了解自己，更认清自己。就是我开始总结我是在什么情况下会胃疼，然后我终于总结出来一个东西啊。之前是肯定，比如说喝了这个冰啤酒啊，那只是一个点。现在我发现，就是有时候吃多了，吃撑了，或者有时候吃太辣、太油的东西，然后我就容易胃疼啊。当下没胃疼，甚至是半夜疼醒了这种状态。所以我知道，其实只要不让自己吃撑来，其实就还好，其实不会有大问题。但是呢，我发现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就吃东西的时候老会吃很多，生怕吃不饱。这个事情也让人非常困惑啊。现在又不是饥荒年月啊，这个事情就是和我老婆有一点行为特别像。就我老婆特别喜欢囤东西，家里囤了很多很多吃的。我们的冰箱其实还有个冰柜，永远是满的。说实话，我们一家3口能吃多少东西？说实话，吃不了那么多东西。那为什么又囤积这么多东西呢？就是一种匮乏感，小时候的一种匮乏感。小时候家里比较穷，现在呢，就是买得起这些东西。小时候吃不上好东西，就生怕自己在某一天突然又失去了这些东西，所以就囤积这些东西啊。但囤积这些东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比如说疫情的期间啊，当时封城的时候也是救了我们，也是让我们比较轻松啊。所以家里永远也是有好吃的。这个其实涉及到我也有一点，就是我当时从乡下到县城里之后，
我父母是开家具厂的，开家具厂呢，他有很多学徒，有油漆工人、木工，所以大家都是一桌子一起吃饭的。你想想看，在前面我是和我奶奶2个人一起吃饭的，突然之间到县城里之后，我那个时候才8、9岁，我就需要和一大桌子人吃饭，而且这些学徒、木工、油漆工师傅们啊，很多我都认识啊。就是我的亲戚啊，或者等等啊，或者同一个村子里出来的人等等，他们一天到晚工作下来会非常累，说吃饭的时候非常快，所以导致我吃饭也变得非常快，因为我要但凡吃慢一点点就没菜了，或者没饭了，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，吃饭非常非常的快，因为我生怕没有吃的了。而且我一定要让自己吃饱来，所以我觉得其实人真的是很可怕。你在小时候形成的一些习惯，这个东西你要是没有觉察到的话，它会影响你一辈子。所以我觉得现在要调整，就是告诉自己，不会饿死的，你不会饿死的。家里吃的东西很多，为了自己的健康，为了让自己不难受。每顿少吃一些吧。所以想想看，这个真的就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。只是说我这个胃不舒服，然后我可以往里挖，不断的挖掘出来这么多东西。其实我相信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。我们大部分时候对自己的人生其实知甚少，就真的知道很少。我们以为自己对自己非常了解，我们以为我们对自己的生活非常清楚，其实都没有。我们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被掩盖了、遮掩住了。这个其实是我一个非常大的感慨，就是我今年不是写了2本小说吗？其实就是在对我自己生活的一个回顾以及分析。第一个小说其实写的就是自己小时候留守那一年的一个状态。当然在那个里头，那个男主角那个孩子，他成长了，他内心丰足了啊，他不再那么孤单了。但现实生活中，我并没有得到这些东西。另外一个故事，其实讲了一个孩子，他去拯救童年时候的爸爸。为什么去拯救童年时候的爸爸？爸爸长大之后成为了一个小说家，创造了一个世界。然后爸爸把自己的小时候那一段非常孤独的岁月锁了起来，在自己的创作的小说的世界里设计了一个牢笼，把自己的小时候给锁了起来。所以爸爸长大之后虽然感觉很开心、很乐观、很开朗，但是他不愿再面对过往那段岁月、过往那段时光。所以这其实就是我，因为我长大之后很多小时候的细节在一开始我都想不起来，因为我不想去面对这段不舒服的这个时光。但我觉得确实就是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，你看着他一点点成长，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你也能看到自己的小时候，然后重新打开了自己。真的就是我觉得我的孩子在一定程度上救了我。这个我在故事里也是这样写的。其实我觉得我们人往往都会呈现在一些东西里头，呈现在过往，呈现在过去，难以自拔。所以我觉得何妨试着去走出来，不要去怪罪过去的事情，它已经成为过去，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。那怎样从那个已经存在的事实，已经存在的这么一个过去，把你绑住的过去，从那里真正的挣脱出来，这个才是一个
成年人应该做的事情。因为你要知道，把你绑住这些绳子，其实很多时候它是无形的，你是看不到的，你是意识不到的。所以你但凡觉得自己有些行为上的有一些不舒适的点，有些关系里头不舒适的点，你都可以回想一下，好好的去探究一番，好好的去看一看。这个东西，要是你能真的看清楚了，这个可能是你一个新的生活的一个开始。起码对我而言，我觉得真正把自己看得更清楚了，更清晰了，然后真的敢直面一些之前自己一直回避的一些事情之后，我觉得我更轻松了，我的人生更轻松了，更开心了，而且我对自己未来的人生也更加的满意，也更加的充满了期待。而且我也把一些可能有些本来一直埋藏起来的不舒适都放下了，我觉得没有什么。其实我对父母没有任何怪罪的感觉，因为他们处在自己当时的一个环境下，他们有自己的生存的需求。我也希望在他们慢慢老之后和他们更亲近一些。但是我觉得这一切的前提就是我真正的自己能从那个状态里走出来，这个才是重中之重。而且我觉得人生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机会，从任何一个点开始都来得及。这个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这么一个事情。其实本来只是说去了一趟医院，但是突然之间啊，犹如拨云见日啊，今天天气一样如此的晴好，万里无云。人生就是这样，很多时候我们让自己处在阴霾之下，但其实你要知道，总会有拨云见日的时候。好的，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啊，和大家说两个事情啊，一个就是我现在正式的做中文私教课的老师了啊，如果有兴趣和我上课的话啊，我可以接受各种水平的学生啊，初中高都可以啊，我会根据学生的需求定制课程啊。第二个就是我现在在 Patreon 频道，就是我调整了一个方向，就是我现在开始写中国的历史，就是根据中国最有名的一部历史书《资治通鉴》啊，贴着它写，然后深化一种小说家的笔触吧，去写里面一些人物、一些事件，让大家以现代的眼光去真正理解中国的历史。我觉得，假如你对中国历史真正感兴趣的话啊，可以成为我的Patreon会员，肯定会对你对中国的了解会更上一层楼啊。好的，那么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啊，下周再见。